有粉丝说呀，他的号算养成了呀，上午胸下午腿，晚上分尸半夜鬼。对此声明啊，这个锅阿松哥可不背啊，毕竟在我这里只有腿和鬼。所以今天应众多粉丝期待的小鬼鬼们今天又来了。首先来个前情提示啊，相信看过阿松哥之前视频的宝们都知道，之前讲的很多恐怖片啊都是什么日本啊韩国的，毕竟他们那边奇葩的传说多一点是吧。总之就是由真实事件改编的恐怖电影比较多，而今天阿松哥要讲的是由美国的一个民间传说改编的，据说惊悚程度不亚于招魂的，评价也是非常的高啊。 OK， 那今天咱们就唠唠这部最新上映的摇篮曲。在美国，一对夫妻刚生了一个儿子，同时也刚搬了新家。这天呢，岳母寄来了一箱东西，说是给他大外孙用。松妈在查看时发现了一本古书，由于上面画着一个古老的女人，里面还有不少孩子的画像。这翻到最后啊，有一首调调还挺好听的曲子，晚上哄儿子的时候就嘤嘤嘤的唱了起来。殊不知这一唱就把书里的女鬼给唱出来了。起初这两口子也不知道啊，结果当天晚上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。半夜的时候，松妈从监控里查看儿子的情况，结果看到了一张吊脸。由于吊脸长得太丑，给松妈吓得一个机灵啊，赶紧跑到儿子的房间查看。这吊怎么可能让松妈轻易找到啊？自然是躲起来了。松妈觉得很诡异，开始满屋里寻找，结果找着找着，在隔壁房间传来一阵小孩说话的声音，这声音叽叽喳喳的，听着挺碎嘴的呀。松妈就想看看是谁这么缺德，大半夜不睡觉搁这扰民呢。结果打开房门一看啊，是他家的鹦鹉啊，那没事了。然而松妈刚松了口气，紧接着大门被敲响了，咚咚咚的声音敲的松妈那是一个胆战心惊啊。松妈机灵啊，她没开门，先是从猫眼看门外，一看外面空荡荡的，啥没有啊，顿时松了口气。然后松妈觉得是自己睡迷糊了，错觉，那肯定是错觉，于是跟个没事人一样睡觉去了。可松妈没看到的是，她前脚刚走，后脚他们家的镜子就裂了。不止如此呢，第二天松妈带着儿子去逛超市，突然超市的灯就给灭了，周围的小平板啥的呀都开始滋滋滋的冒雪花了，同时还冒出了一个吊影，这给松妈吓够呛啊，嗷嗷的就要走。结果一个转身，哎，超市又恢复原样了。一个服务员正在询问他 Are you OK？ 松妈慌乱的表示OK。当晚回到家，松妈就心神不宁，一直寻思着白天的事。结果你说巧不巧吧，家里也停电了。松妈还没反应过来呢，就听到房间传来儿子的哭声。松妈一脸懵啊，儿子搁我怀里抱着呢，这谁哭啊？于是鼓起勇气去看看嘛。结果一看，又一个儿子搁床上躺着呢。松妈那叫一个呼吸急促啊，她猛地掀开被子，哎，儿子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只玩偶。松妈只能安慰自己，错觉，肯定是错觉。谁知她还没缓过劲儿来，身后的衣柜传来了一阵吱。松妈回头一看，我刺啊！只见一只吊掀开衣服，偷偷看着他呢。松妈吓得嗷嗷叫唤，撒腿跑出了家门。这家他是不敢回了，于是决定在楼下等松妈下班。这松妈也单纯，殊不知就是他们一家三口加起来那也不是吊的对手啊。可松爸是个好男人啊，一看媳妇吓成这样，二话不说冲进了家门，对着空气就是一阵挥舞，结果不小心把学小孩说话的鹦鹉一棍子打死了。遭遇了这种事情，两口子也不傻，他们感觉岳母送那本书他肯定有问题啊，于是松爸给扔了。可没想到半夜松爸被一阵婴儿的哭声吵醒，那声音真真切切的，哭得人心烦意乱。松爸循声找去，结果发现这声音是从被他扔掉的书里传出来的。松爸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捡回去研究了，可研究了一夜，愣是啥也没看出来啊。于是第二天就去找神婆帮忙。这神婆也是识时务的，一看到这书，神婆表示：“你这个吊啊，可忒厉害了，奈何本座修为不够啊，能力差了那么一妞妞，所以啊，你还是另请高明吧。”听了这一串冠冕堂皇的话，松爸挺无奈的，那怕死你就直说呗。然而此时的松爸，殊不知家里又出事喽。女人前一秒还在哄娃呢，下一秒就听到门外有人唱摇篮曲。好嘛，这声音堪比鬼哭狼嚎啊！女人仔细听了听，发现声音没了，她以为是自己的错觉，于是就没在意。谁知女人刚回过头，我玩呢！女人慌了，开始翻枕头寻找，结果被子里突然传来了儿子的哭声。松妈就钻进被窝找啊，还别说，这被窝还真是大呢。松妈愣是爬了10几米才看到儿子的身影，谁知靠近一看，这哪是自己孩子，这分明是个鬼娃啊！松妈吓得嗷嗷叫，不知钻了多久，终于钻出了被窝。再看儿子正乖乖的趴在床上玩呢。经过此事，还有之前发生的种种诡异事情，松妈她就是再傻，她也知道家里闹鬼这件事已经不能耽搁了。于是松妈呢就找到了被关在精神病院的大姐。原来大姐早年间也有个儿子，也是因为给儿子唱了摇篮曲就被吊带走了，只留下疯疯癫癫的他。结果这次松妈去看他，发现大姐的精神状态已经好了，而且在听说松妈也得到了那本书后，当即决定跟他回家帮他保护孩子。这给松妈感动的不知道说啥好了，于是当天就把大姐带走了。可此时的松妈还不知道儿子要出事了。只见松爸为了去关水龙头，将儿子暂时放在了地上，殊不知一对连体鬼婴突然现身，不怀好意的看着儿子。
儿子。紧接着连击鬼婴就将花瓶打碎在地，玻璃碴子崩了一地啊！看样子是要害儿子呀。这心大的怂爸还在厕所鼓捣呢，直到听到儿子的叫声，他才匆忙赶出来。结果看到怂妈回来了，所幸儿子有惊无险，并没有受伤。而同时跟来的还有大姐。这大姐一进家门就将所有的镜子遮上了，说是吊吊会从镜子里出现。但看着神神叨叨、疯疯癫癫的大姐，怂爸就感觉这人是来闹玩的呀。他还是比较相信大师，于是经过多方打听，找到了一个顶级驱魔大师。果然，大师在看到写着摇篮曲的书的时候，就猜出了书里藏着吊吊，而且还喜欢吃人家的小孩。怂爸一听这还了得呀，当即请大师去家里瞧瞧。大师很厉害啊，他表示根本用不着，我给你个烛台，还有几根蜡烛，再给你写上一段咒语。回到家遇到吊吊就用蜡烛逼退他，然后用咒语把他吓走。另外，大师还特意告诉怂爸，这本书他就留下来封印了。还有，怂爸要切记的是，在做法成功前，千万不能让儿子流血受伤，不然会被吊吊当场带走，到时候为时已晚。怂爸将这些谨记于心，于是得了法器的他抱着必胜的决心立刻回家了。殊不知此时的家里算是彻底乱套了，半夜儿子哭闹不止，怂妈是怎么都哄不好啊。大姐一看怂妈就是没有带娃经验，把孩子抱过来之后，儿子就不哭了。怂妈觉得大姐就是自己的恩人呐，当即舒服的去休息了。殊不知这没了孩子的大姐可不是啥好人呐。只见她轻轻一笑，将遮盖镜子的布拿掉，然后唱起了摇篮曲，用来召唤吊吊。不过这吊吊还没到，听到摇篮曲的怂妈先慌张的进来了。再看此时的大姐正拿着针头，一脸得意的准备扎儿子呢。怂妈吓坏了，当即制止了她。可没想到大姐告诉怂妈，其实这本书是她寄给怂妈的，并不是什么岳母，而且大姐这么做是想用怂妈的儿子换回自己的儿子。这怂妈哪能答应啊？当即和大姐厮打在了一起。可最终怂妈稍逊一筹。只见大姐抱起儿子竟然钻进了镜子内，怂妈醒来一看儿子没了，嗷嗷的大叫起来。下一秒友情提示，这是全片最高能的一段。自从女子被拖进镜子以后，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。恐怖昏暗的镜子里全都是死去的婴儿尸体，时不时还会冒出灵婴，吓得女人是乱滚带爬呀。结果跑了没两步，一只灵婴突然咬住了她，拼命将她拖进了尸堆里。危急关头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大姐突然出现了，她像是良心发现了一样，用力将怂妈拉了出来，甚至还给怂妈出主意，不断喊儿子的名字就能找到儿子。此时救儿心切的怂妈哪里有时间计较大姐的事情啊，立刻找儿子去了。果然在砸破一扇镜子之后，怂妈在一片白茫茫中找到了儿子。可突然吊吊竟变成生前的模样，抢走了儿子。不仅如此，吊吊还准备杀了怂妈。可又在这危急关头啊，大姐又一个现身，拿着碎镜子片猛地刺进了吊吊身体。这下给吊吊疼的呀，嗷嗷的就要变回吊样。大姐立刻把孩子交给怂妈，让他赶紧走，自己会拖住吊吊。这给怂妈感动的当即抱着儿子跑了。虽然最终大姐没能摆脱死亡的命运，好在怂姐成功找到了出口，打破镜子回到了现实。这给正在拿着法器寻找吊吊的怂爸吓了一跳，一看是媳妇儿，立刻搀扶他起身。谁知怂妈屁股还没坐热呢，吊吊就追来了。怂爸拿着蜡烛就怼了上去，将吊吊狂躁不止。怂爸和怂妈一起念起了咒语，最终用坚决守护儿子的力量，成功将吊吊逼推进了镜子内。终于大战平息了。就在两口子庆幸他们救回了儿子时，谁知怂妈越看越不对劲呢。结果掀开儿子衣服一看，哇呲哦，这不是大姐死了多年的儿子吗？此时的怂妈反应过来，大姐的良心发现也是假的，如此豁出命的她，就是为了利用怂妈的儿子换回她的儿子。此时的怂妈和怂爸感觉天崩地裂，但大姐不做人，不能牵连孩子呀，于是他们还是继续抚养着孩子。1年以后，思子心切的两人找大师拿回了书，他们决定找回自己的儿子。影片到此结束。看完电影，阿松哥想说呀，比起招魂那还是差不少的。但是电影最后的反转，阿松哥觉得还是不错的。Goodbye everyone。